身体是心灵的显示器，心先病了，身体才会病。人的身体就好比是个计算机，看你输入什么命令，它就怎么执行。我们可以做的是更改固有程序，进而改变命运。这是一个非常强大和神奇的技术，它能让你从根上破局，扭转人生轨迹，摆脱人生困境。很多隐秘的高手都在使用这个强大的技术，我本人也经常使用，受益非常多。如果你也想掌握这个技术，用它来改善人生，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视频看完。01疾病是怎么来的？首先，人的病是由心生的，命也是由心生的。心决定性叫心性，性决定命叫性命，命决定运叫命运，运决定气叫运气，气决定色叫气色，色决定相叫相貌。我们讲长寿，有这么4种人长寿。第1种，没心没肺的人长寿；第2种，稀里糊涂的人长寿；第3种，平静的人长寿；第4种，觉悟者长寿。心平静才能长寿。传统文化中讲的是中道，中庸，唯宁静方能致远，平静才能达到永远。人这一生总是在找别人的毛病，但是能反观自照者太少了。只要我们能将心灵的垃圾清扫干净，病和命运就能扭转。有些人整天担心、着急、牵挂、盼望，各种心情都很多，这样的人就符合一个患者的患字，心老往上窜。今天担心孩子，明天跟这个人着急，跟那个人生气，跟那个担心，跟那个害怕。这样的话，您准备做患者吧。实际上，所有的病都是提示人们该擦拭下自己的心灵了。心能生一切，心能灭一切，从哪儿生就应该从哪儿灭。心灵的清扫方法可以总结为观字，观字左面是个右，右面是个见字，即再次看到自己过去的历史，通过反观自照，重塑自己的人生观。不改变就有的人生观是不可能觉悟的，不清扫自己的心灵垃圾，不可能去除疾病，也不可能转变命运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本来人生是一场戏，活的是糊涂不执着，活的不是认真执着。为什么很多人特别的认真？对孩子认真，孩子伤你，孩子不顺；对工作认真，工作伤你，工作不顺；对爱情认真，爱情伤你一辈子。你对什么认真，什么就伤你。我们练的是不能认真，记住一个淡字，淡字恰恰是3点水浇2个火，炎症的炎。只有看淡了才能消炎。还有一个谈话的谈字，要想把病驱除，可以把它弹出来。谈和淡都是方法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忏悔。驱除疾病，改变命运，是由心来改变。现代的人明明活的是心情，偏偏不修个心灵，以为肌肉就是健康，这是大
大错特错。既然如此，干嘛不让自己的心情直接安详快乐呢？要知道，心情本来就是可以自己做主的。02自然力，人人具足的内在真理。记住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个真理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满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无处不在，没有大小，没有相。科学叫规律，叫真理，我叫它自然力。自然力有几个显著的特点：一、具有思维性，是无上的智慧；二、具有真理性，是真理的设计者；三、具有公平性，让整个世界处于公平中；四、自然力有倾向性，谁觉悟，谁得厚，谁自然，谁平静，就向谁倾斜。实际上人生一场戏，可别真的进去，谁进去谁倒霉。回头一看，20年前跟人争一场有什么用呀？5年前当个班干部有什么用呀？回头才看明白，所以回头是岸。我们今天为何不站在未来回想今天？今天就反观自照多好呢？今天我们站在80多岁的立场反观人生，不就明白了吗？5、自然力有不可违背性，违背它则凶。6、自然力有爱性，特别是对善良的人，能使你逢凶化吉。7、自然力平衡有滞后性，且随着时间有增长性，越往后平衡灾难越大，越往前平衡灾难越小。你越想躲不享受，只能越躲越多。很多人算命解灾，不知道命越算越薄，越躲灾以后灾难越大。8、自然力有对人们的考验性，一般招灾前肯定有一个闹心或不顺的心情，往往都伴随着一次吵架，然后灾难发生了。也就是说，拿一个小事来考验你，若不过关，大的灾难就出来要过关了，灾难就能避免。如果为祸不反省，祸不单行，如果在灾难面前反观自照，灾难自会化解。9、自然力有提示性，提示的时候应赶紧找自己的毛病，这就是提醒你别再较劲，不然疾病和挫折继续惩罚你。疾病和灾难本无分别，在身体上表现的是疾病，在命运上表现的是灾难、挫折。所以通过这个方法，既能治疗疾病，又能改变命运。当遇到一个自然力提示的时候，一定要反省。有个人问我家煤气管着火了什么意思？我说，你家将有上火发脾气的事了，怒火之象出来了，这时候你要控制一下。提示你了，你还不懂，读不懂世间这本经，那你就愚昧了。10、自然力有很残酷的一面，自然力没有老者相、年轻相、幼儿相，你是哪个心就让你受哪个心的惩罚，关键在于明心见性，找到自己根本的心性。不明白自己什么心，怎么能见性呢？因此一定要明白我是谁。不管什么疾病都有因果，
所有的因来源于心，心就是内因。像医疗是外因治疗法，我们这个是内因治疗法，从根本上治疗，釜底抽薪。既然用心佛都能修成，难道还治不了病吗？什么都可以治疗得干净彻底，关键要找到对症的方法。什么性格，什么命运，性格和命运是一体的。一般人以为用心爱人是好，结果爱别人倒给人添乱，越爱对方越倒霉。圣人真正爱人不用心、私心、狭隘心，用慈悲心驱除这个心，让所有的心都放下，没心没肺，此心非心方是空。爱恨不两边才叫中庸之道，此即是天道。你看社会上的人是不是说话往中间说的命好？爱说极端话的人有命好的吗？谁中庸谁得道。03人的身体是个计算机，人的身体就好比是个计算机，看你输入什么命令，它就怎么执行。如果你要认为我就是干活的命，又伺候老的又伺候小的，好，你不是这样说吗？越说越灵。记住，自然力听你的。如果你要认为病没法治了，真的就没法治了。很多癌症患者为什么不能治？因为他接受了这样的程序，完了，治不了了，我要死了。人是万物之灵，你的心最灵啊。人有这么大的灵性你不知道，盲目的发牢骚，那你的命能好吗？实际上人人都有一个具足的自性，他只听我们自己的，这个很灵。有的女人说是男人都没好东西，那能有好男人安排到你身边吗？因为你要求的就是男人没有好东西，这是你的愿望，是你下的定论。记住，担心就等于咒骂、诅咒。我们下任何结论都要谨慎，所以中庸的中字是口字上贴个封条，告诉你别乱说，先把嘴封上。取而代之的是应该输良性的程序。我身边都是好人，我吃亏就是福，这人对我不好就是要转运了，丢钱了要来财运了。一般人说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祸，我不是这个程序，我是右眼跳贵人，都是跳好东西。智慧的家长懂得让孩子练心胸，我们自己也得练这个胸怀。人体这个程序应用很多，程序尊重自己的意志，输入好程序一定要平静，不能生盼望心，也不能生担心，因为盼什么什么不来，怕什么什么来。记住，自然力有一个平衡原理，因为盼望的盼右面是一个分离的分字，就好比你越盼望的孩子越指望不上，越疼爱的孩子身体越弱。过去人知道越不在意的孩子越顺，因此说爱子如杀子。但现在很多人学错了，我是不是不应该爱？不是，心情要平和，不能生执着的爱心，爱什么就被什么所伤，因此不能执着于爱。这里的爱指世俗之贪爱，非广大无私之博爱。同样的，也不能动恨心，
爱恨不两边才叫中庸之道。记住，平静才是最大的爱。如果你要帮助孩子，帮助父母，需要用平静心，不能动牵挂心。爱就有牵挂，牵挂的牵字上面是个大字，下面是个牢。对方闹心，越对他好，对方越像坐大牢一样闹心。04，心情是人生真正的能量。人生每一个心情都是一个心灵的暗箱，当我们不断发生心情的时候，我们暗箱中的垃圾就逐渐堆积上升，堆积到一大半的时候就得病了。当堆积满的时候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。这个暗箱要是少到一定程度呢，那就是超功能状态。这个暗箱是空的状态呢，我们这一生就是觉悟者，这才是真正的长寿。比方说，有的人害怕过多，结果能怕出精神病；有的人气恨过多，招的是横灾。你不是爱生气吗？好，先让父母跟你较劲，父母整不过你，安排爱人跟你较劲，也较不过你，怎么办？安排孩子甚至公检法，总要给你教导了，不能让你的气白生。你说我不犯法，行，安排汽车撞你，汽车不撞怎么办？安排你得癌症或特大型的疾病。记住，自然力是大能的，它不怕你强硬，就怕你随和谦让。气恨心重的人命很惨，随和谦让的人命好。得天道，自我认识是觉悟的一种能力。谁能越多地找出自己的毛病，谁的觉悟能力越强。你找别人的毛病多，说明你迷痴的能力强。修道人不见他人非，只见自己过。越随和谦让的人，自己的空间越大，命运越好。所以老子说，圣人不敢为也。什么叫不敢为？一般的心情不敢生，不敢生气，不敢害怕，不敢不好意思，而俗人是敢为也，以为心情可以随便用，不知道心情是人生真正的能量。心情消耗完毕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。所以人的生命实际上也是心情消耗的寿命。心情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没有质量；第二，心情超时空；第三，心情超光速；第四，心情是完全定向的，想到哪里就到达哪里；第五，心情具有残留性，所有的心情都会有残留，残留到一定程度就会由量变达到质变。第六，心情是一种永恒的能量。第七，心情是真正的物质，是人类的全部支撑。第八，心情是可以清扫的，失去的心情可以重新拿回来，心情是可以修改的，这就是反参。心情是可以转化物质的，有些人的心情转化成癌症，有些人的心情转化成灾难。心情可以利万物化万物，心情能滋养我们。心情病了，身体才会病，身体是心灵的显示器。05，反参，更改程序，改变命运。到底命运是怎么回事？
人有没有轮回生死？我相信有，但是一切命运随心而转，命是由心生的。我们今天学的就是反参，改变命运，同时治疗疾病，一举两得。修心的人就是变命的人，很多高级领导都是修心的人，他能忍。反参就是清除垃圾，时间倒流，收回失去的能量。平静就是时间静止，不染万物，能量不外泄。真理往往在俗人认为的相反之处，这就是反参的秘密。反参就是更改固有程序，进而改变命运。这意味着你能把所有的挫折、打击、不顺、不如意、灾难、疾病都变作好事理解，这样变命的速度相当快，且能治疗大量疾病。把小人想贵人，父母过去生怨恨过别人，冤冤相报，错过了一次考试机会，这次冤家聚会，自然力要重新考你一次，就是让你反省。越恨挫折越大。有个人工作特别卖力，被一个所谓小人挤下去了。我说，这个小人把你的命救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工作那么积极肯干，天天操心负责，他要是不把你蹬下去，你就将得心脏病，死于工作岗位。只有用挫折打击来度你，让你对工作的执着心放下。原来伤你也是爱。有的人离婚后知道，以前的丈夫那样待我是为了让我对爱情不那么执着，开始轻松地知道关心自己了。这辈子老是关心他，越关心越伤心。现在自然力让我学会关心自己，找平衡，这不就是爱吗？爱一定要用善吗？就不能用恶带给你善吗？当时吃亏是给未来积福，领悟吃亏是福的道理。要看你在挫折面前是否平静，越平静灾难越小。如果你在挫折面前怨天尤人，挫折只能越来越大。挫折是有灵性的，它最怕平静，最喜欢较劲，越较劲，挫折就翻着翻地往上滚。你要害怕挫折，它就更加疯狂。会修心的人面对灾难时，太好了，又一件好事。让人骂就是把未来的灾难解了。一般人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？吃亏一定得福，只不过滞后给你。过去出家人化缘不是为了要钱，遇到人家骂他，他欣然接受；遇到人家恭敬供养，也平静对待，心如如不动。这样更改程序是为了扭转灾难，将过去失去的福报还给自己。不信你可以试一试，灾难既能平衡过去，也能平衡未来，对未来的程序也能更改。当你将要求人办事，还没见面以前怎么念啊？他是贵人，是好人，这么念他的善性就真的出来了。你要真把善性发射出来，对方也会报以善性。但常人是相反的，提前想这人肯定会坑我、害我、逆我、损我，麻烦了。自然力安排的永远是好事，
要真正做一个顺其自然的人，常常给自己输入良性程序，勿输恶性程序，但对未来不要输入欲望的程序。有人天天输我要当100万富翁，那怎么行啊？一定要以平静心、良好的祝愿及恭心。有人问，我天天念我孩子病好了行不行？还不行。要说希望病好了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，给国家省医药费，这么念病容易好。记住，目标越大，灾难越大。我们做一切事情可不要贪心太大，要身体力行。有的人发的愿心很大，发愿后挫折马上接踵而来，考验你。要为自己所发的誓言负责任。要想拔出大树，必须有相当的力量，克服相当的阻力，才能实现目标。如果你只拔一棵小草，那克服的阻力就很小。实际上，当我们设立很大的目标时，就是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。因此，不要目标太大，以当下为目的。有的人瞎管闲事，管孩子，管爱人，管国家，管民族，管塔利班，还管外国。你操那些心干什么呀？把自己的心管好，要安住自己的心。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过去古人为什么一点话即能觉悟？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心灵垃圾，一直修得很好，一念都不敢妄动，就差这么一点了。现在你再明白也成不了，那么多业力，那么多心灵垃圾，怎么能见性？怎么能修成呢？咱们要经常清理心灵垃圾，清理到一定程度，不仅所有的疾病能消退，而且会给你带来很多潜能，是自主的功能，能自度也能救人的功能，不是魔态的功能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调整心灵程序。愿你通过更改程序，清理心灵垃圾，重塑命运，迎接更加顺畅的生活道路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